没等她说完，接着又是一拳，女人被打倒在地。接着丈夫低下身警告她：“这个家我赚钱，所以就得我来定规矩。”原来就在前几天，她发现丈夫对她有所冷漠，于是她小心翼翼地去查看丈夫的手机。电话那头陌生女人的声音让她顿时觉得天都要塌了，自己心中完美的丈夫竟背叛了她。面对妻子的质问，丈夫坦然承认了。丈夫并无耻地说：“既然事情挑明了，以后就可以不用拿上班找借口了。”晚上，丈夫回到家，并警告她不要做无用的挣扎。她想拥有的没有得不到的，其中也包括她和女儿。要么忍耐接受，要么就挨揍。小雅耳边回荡着丈夫冷酷的话语，字字如刀切割。她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也彻底绝望了。看着可爱的女儿，她决定不再沉默。第二天，她戴着眼镜偷摸摸地来到警局，假装帮朋友询问关于家暴的问题。警官却告诉她，如果想要告丈夫家暴，她必须先要出示受虐证据。小雅反问，如果她有权有势，是不是就会被保释出来？那她的朋友岂不是又是一顿殴打？警官点了点头，接着警官叫她的朋友自己来咨询。小雅无奈地离开了警局，看样子这条路子是走不通了。绝望之中，她只能选择逃走。深夜趁着月黑风高，她的朋友们在外面等着她。她小心翼翼地收拾下行李，抱起熟睡中的女儿。她最后看了一眼自己6年来没有离开过的家，接着朋友用暗号催着她抓紧走。可就在她打开门的最后一瞬间，丈夫突然冲了出来，狠狠地揪住了她的头发，把她摔在地上，迎来的是一顿猛劈。朋友们听到屋内的惨叫声，急忙拿起准备好的工具，打碎玻璃冲进了房子，却不想丈夫竟然举着一把枪对着他们，还威胁到要是报警的话，我们是夫妻吵架，你们却是私闯民宅，藏了起来，挥手与女儿告别。就这样，母女才得以逃脱。他们抵达到酒店，就在小雅付房钱的时候，才发现她所有的银行卡竟已被丈夫全部冻结。走投无路之下，她只得借用朋友的卡，才得以入住一家位于路边的汽车旅馆。刚住进去，丈夫便通过某种手段打来电话。与此同时，门外已传来阵阵敲门声。她匆忙抱起女儿往后门奔逃，丈夫撞开房门，疯狂地追着他们。她抱着女儿拼命跑上了一辆公交车，丈夫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逃离。逃离丈夫后，在朋友的协助下，小雅搭乘飞机去寻找前男友。婚后的小雅和前男友保持着朋友关系，这也是她目前唯一可以信任的人。前男友很高兴地接纳了他们母女，然而他们前脚刚到，后脚3名自称是 FBI 的壮汉便闯入了她的房内。多亏小雅有了上次经历，她迅速带着女儿躲进了隐秘的通风管道后面，这才躲过一劫。原来这一切都是她丈夫雇来的打手，并威胁前男友不要多管闲事。紧接着丈夫也打来电话，警告前男友不要管他们夫妻的事，不然你就会死得很难看。小雅不想因为他而连累前男友，不顾前男友的挽留，执意离开了这里。走投无路的她只好去找从小就抛弃她的父亲。她的父亲年轻时和母亲有过一段感情，但在她很小的时候就抛弃了他们母女，并且对她多年来的求助信件根本不回，最后只掏出了点零钱来打发这母女俩。走投无路的小雅只能来到了收容所，剪掉了多年的长发，决定勇敢地面对这一切。虽然生活困难，但起码可以生存。然而突然这天，小雅收到了一个包裹，原来丈夫那天找人威胁了她的父亲，所以当时没敢帮助她，毕竟血浓于水，她父亲还是偷摸摸给了她一笔钱。开心的小雅手握这笔钱，租了一处新的房子。女儿也天真的问妈妈，他们不会再搬家了吧？因为她不想天天在搬家。随后他们一起装修着这温馨的小家。小雅在屋内屋外精心布下了重重机关，以防丈夫再次找到他们。随后她又买了一辆车，以便在必要时能够迅速逃离。为了保障女儿和她的安全，他们还换了新的身份住在这里。小雅冲入了一个废弃的工厂，利用工厂周围的障碍物摆脱了那个男人。安全之后，小雅决定寻求法律援助。她走进了一家律师事务所，向律师倾诉了自己的遭遇。然而律师的冷静分析却让她感到绝望。私自带走女儿的行为很可能让她在争夺抚养权上失去优势。面对这样的困境，摆脱丈夫的阴影，所谓忍无可忍，无需再忍。女人被家暴，每天生不如死。不再沉默的她开始苦练拳击。她利用一切的空余时间来强化自己。不久后，她的格斗水准堪称世界级。这天，她终于派上了用场。她悄然将女儿托付给闺蜜，安排他们远赴海外度假。接着到了晚上，她踏入丈夫的豪宅，她轻松地跨越了小栏杆，又用一把小耳勺小心翼翼地打开了房门。接着她偷偷地进了屋内。这时还没睡熟的丈夫似乎听到了动静，她起身去查看，而此时的小雅早已爬上了屋顶。而丈夫查看一圈后并没发现什么。就这样，小雅在房顶上足足趴了一夜。等丈夫和那个女人离开后，她才小心翼翼地从房顶下来，接着习惯性地把丈夫忘记关的咖啡机关掉。当她看到已经被关掉的开关时，她顿时傻了，难道自己记错了？看了看时间，她着急就出去了。这时小雅才赶出来，开始她精心筹备的计策。她打开黄背包，取出一系列准备好的工具，先用小钳子截断了电话线，再到厨房中搜集所有的刀具，藏在了抽屉中，又找到了能控制所有灯光的开关，然后用金属探测器搜寻丈夫的手枪，将它们随便藏了起来。小雅对屋内布局了如指掌，她细细审视每一处细节，仿佛是在布置一场精密的战役。她换上作战靴，手指上全戴上了坚硬的戒指，又在手上缠绕着精心准备的布条，静静地等待着丈夫回家。丈夫回到家刚脱掉外套，灯却意外地灭了。她从窗外看到了别人家灯光时，感觉到事情不对。在说话之际，她准备去拿枪，此刻信纸上悄然留下了她的指纹，成为无形的证据。她想要报警求助，却发现信号已被屏蔽了。
此时的他身在暗处，似乎有了一丝的紧张。当看到妻子的出现，并试探地问他是不是一个人还是带人过来，小雅说只有自己一个人。丈夫却不屑地说着：“你一个女人怎么会打得过我这个大男人？”并表示这样对你不公平。You could hit me before, though, couldn't you? When I was defenseless? That's not gonna. 接着又是一拳，女人为了激起丈夫的原形，紧接着又是2拳下去。但现在的她已经不是小雅的对手，无论怎么出拳也碰不到小雅的一根汗毛。小雅也引导着丈夫把家具砸烂，到处留下指纹，就是为了造成更真实的家暴现场。然后小雅故意露出破绽，让丈夫近身掐住自己的脖子，几套拳打脚踢就把丈夫打晕了过去。她拿起餐盘想要给予丈夫最后一击，然而在关键时刻，她却下不了手。只见她愤怒地扔掉餐盘，